我觉得宏宇跟任迪之间应该没发生什么，你别再往心里去。其实出了这个事儿，宏宇也挺自责的。尸检报告看过了？看过了。这个于松堂一共中了3枪，第1枪在左膝，打碎了半月板和膝盖骨；第2枪和第3枪都是自后脑射入，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防卫性的伤口。现场勘验看了吗？没有，我只看过验尸报告。第1枪是从斜上方打入的，第2枪是倒地以后补射的。被处决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又一名被处决。你不觉得很眼熟吗？你是说和王志哥的作案手法很像？不管是王志国还是安藤，这伙人做事手法还是挺职业的。我们假设是安藤杀的人，那他为什么要从长风救走一名罪犯，又在西城杀了一名罪犯？这个于松堂在活着的时候到底干了什么？警察同志，我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行不行？我真的求求你了，我就进去看一眼。哎，跟我来吧。看这面墙上是留的这些个线啊，电线。哎，我已经叮嘱过了，绑匪来电话的时候，他会控制住情绪。汪老师，这已经是物质鉴定中心能处理的极限了，但是还是很难看清楚他们是用什么把椅子钉在地上的。这色差和对比度调过了吗？没有，只是清晰化了原图影像而已。哎，你看这儿是不是显得更亮一点？啊，如果人质背后这个窗户是西南朝向的话，这不可能会更亮。那您的意思是拍摄角度的一侧也有一扇窗户？对，而且这扇窗户应该还挺大的。有没有可能是门、走廊或者是阳台什么的？听不懂我说话，我不说是窗户吗？你们家门上有窗户，而且这个房子是肯定要拆迁的。如果按照这个户型，我们大胆的推测的话，这应该是个老式的塔楼。哦。哎，老关，你觉得呢？嗨，技术队筛选小区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已经跑了1宿了，北部方向地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其他3个方向还在筛查中。师姐呢，已经带着结果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行，安排至少4个探子都带着枪啊。好，老丫头给我叫起来。哦。大爷，醒醒嘿！最快多长时间能出结果？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看你给那范围啊，300多个交通监控探头，距离还都那么远，就1辆没牌照的面包车，那我这不等同于大海捞针吗？你再说了，那入侵交通监控系统那是违法犯罪。那哥们偶尔仗义1次2次得了，你不能总是没完没了的在那逼良为娼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现在这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还是认为啊，办案抓贼这样的事儿，你不如你哥。咱与其这样没完没了的就无头苍蝇似的乱晃，咱反倒不如把这宝子压到这个专业人士身上。
这即将拆迁，而且是塔楼设计的，就这仨小区。对，有这3个小区的那个平面设计图和户型图吗？都在这儿。天方小区，啊，9号楼和13号楼都有可能。小子，拿着图纸跟我去天方小区。走，法官，我先去。好，走。关老师，哎呦嘿，哎，看着。周队，关老师，那边快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啊！老关，人命关天，我得先走了。调停和解的事儿，你先帮个忙啊。走。关队，哎，关队，正好找你有个事儿。你还说我弟弟连累了你？他瞄绑的是你儿子，要不是你儿子让我弟弟去开他的车，我弟弟怎么会被绑？你儿子昨天晚上还在酒吧快活，我弟弟呢？啊，我弟弟呢？我弟弟呢？你疯了，胡说八道！来，快点，你来的正好啊！我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来帮忙的吗？哎，我凭什么受这气呀？来，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别动气，来，坐。哎，不坐。副总，您现在呢，只需要踏踏实实配合好我们的工作。您仔细想想，不管这人质最后解救不解救得出来，活是我们干的，雷是我们扛的，但最后的称颂是落在你的身上的。对你来说，这是有利无害的事儿。表扬这东西嘛，又不能当饭吃。你以为我在乎这？哎，我跟你这么说。现在是我在跟你说，你是搞房地产的吧？相信你在地产业能走到今天的地步，也是经历了不少挫折。那是。而我们呢，有经济队，是专门调查那些爆发的公民之前的蹉跎岁月。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威胁我吗？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向你介绍我们的一种工作方式。你想想，如果因为你的不配合，导致了这个孩子最后被撕票，或者出现类似的恶果，无论经济队对你感不感兴趣，但媒体会把这个孩子的死归咎在你的头上。到那个时候，你跟你的产业就是众矢之的，这才是威胁。是网络不好。接电话，别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哎，喂，钱准备好了吗？那钱筹到一半了，还短那个270多万。不过啊，我今天从那个商户股市啊，我套现了140万现金，这笔钱呢，明天中午就能到账。你能多理解，这2年的房地产生意啊，它又不那么景气，我的现金流啊时断时续的。但是你放心，为了我儿子安全，我就是卖车卖房也给你顶上。不过这变现，它不也需要点时间吗？对吧？哎，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吗？哪敢呢？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报警了！不能够，我发誓，好吗？哎，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不是那，他又挂了，他是不是知道我已经报警了呢？电话里说什么？小波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知道报警了？我怎么办？放心，不会的。绑匪应该是在诈我们。如果他们知道警方介入的话，也不会在谈话的中后段提出这些，更不会继续用这种交涉的方式。对于绑匪来说，最重要的是赎金。在这之前，杀人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车辆关闭警报器。抵达之后，我们首先要寻找案发当晚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有没有绑匪、人质，还有那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出入和停靠的画面。师傅，咱们让那个小区物业或者楼管提供这个住房信息，会不会更快一些？或者是查电表？查电表？对呀，你想，假如呢这帮绑匪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来囚禁这个人质，他们用的这个水电天然气肯定是极少，甚至是根本就不用，而且这些仪表设备基本都是在楼道里头，只要咱们动静小点儿，没人发现啊。有点意思，有长进。给你学的。查电表，有点意思。把鞋穿上。
班长，有条信。把这个网址复制到电脑上，然后拿模拟软件打开一下，防止绑匪设置了强制的监听监控陷阱。关队，链接安全，是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地址。要不要先带人质的姐姐出去一下？不用了，这样反倒会让人质家属精神更紧张。转过来，放过来。你看我，让我看看，让我看你放了。怎么办？怎么办？哎，你好，你好，您是物业张经理吧？哪楼啊，咱？喂，老关，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刚才绑匪发来视频，把人质左手的小手指切断了，看来是对咱们筹款慢的一个警告。我操，就他妈差这会儿功夫。你那边一定要抓紧时间，务必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过早暴露。这2名绑匪具备相当成熟的犯罪经验，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很凶残。好，我知道了，是吧？就那个，这赶紧的，走。关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救救小波，你救救小波，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没有他，我怎么活？哎，人弟，赶紧起来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你冷静好不好？先别哭。你听我说，人弟，先起来，听我说。你听我说吧，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绑匪打来的，我去跟他谈。啊，你这么一哭不就暴露了吗？你冷静点，别急。哎，接电话。再拖延，就不只是一根手指了。不是，你们怎么是这么干呢？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正在给你筹钱吗？最后的时限，今晚12点，按我之前的要求准备好钱，我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好，好，没问题。今晚12点，500万。喂，又挂了。喂，你那边什么情况？找到了，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里，那辆无牌照的面包车确实来过这里。602这一家2个月前就搬走了，然后紧接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租了进来。租进来之后呢，他也没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儿。那赶紧叫特警部队增援。来不及了，我们准备突进去，你让队里帮忙联系吧。拜托你了，一定要成功。好，就这样啊。把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把对讲都关了啊。屋子里至少有2名绑匪和人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证人质的安全。如果绑匪反抗了，不用喊，当场击毙。王老师，喝点水吧。黄老师，怎么了？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
你好，物业，有人吗？现在外边这么阴，这绑匪视频里的窗户为什么会有阳光呢？周迅，你听我说，不要往里闯，这是个陷阱。你说什么？你敲门了吗？敲了，没人开啊。这就对了，绑匪传来的视频上传时间应该是在20分钟以前，我估计不是今天拍的。如果没有人应你，也许是绑匪设置的防卫机制的一个陷阱。陷阱？不是，人质呢？如果这真是个陷阱的话，人质恐怕已经被转移了。队长，解除了。收到，周队已经解除了。啊，干，谢谢啊。爬个窗户费那么大劲，这东西在哪儿呢？就这个，算是小伎俩，不过这确实不是一般毛贼能够想到的。绑匪在门口设置的一根半线，如果把门推开，半线就会触发那个开关。开关就会触发那个高频信号发射装置，只有接收中断的一方，就会得知有人进来了。那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是多少？你们不是有技术队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呢？周队啊，您看看这个来。真他妈狠！一定要想办法破解那个高强度信号的发射装置。一旦找到接收方，我们就可以定位到绑匪甚至人质的位置。现在离绑匪要求的时间还有9个小时，抓紧。方老师，您不一起去现场啊？绑匪随时会打来电话的，我得留下来稳住人质还有郭西霞。关队。算了，回头再说吧。你去会议室等我吧。周队，啊，我刚从小区监控里发现啊，在凌晨1点37分左右，2名绑匪带着人质离开了。画面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出任博的状态不是很好。他被蒙着眼睛、捂着嘴，还遭到绑架，可能也是因为失去了一根手指头吧。我看他连正常行走的状态都很困难，是被绑匪架着出去的。那车辆有什么特征？啊，是一辆深红色的尼桑。技术队那个处理之后啊，还原了车牌，车牌是港 G 的啊。我们还发现车主了，车主叫王文蔚，对，王文蔚，52岁，住在青山区，然后自营一家小超市。那试试查查车主，啊，咱别打草惊蛇，必要的话让交管队的朋友们给那个协助一下。好嘞，行了，技术队怎么还不到呢？啊，麻溜的。是于松堂的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在做安藤尸检复核的时候发现的。是正常的浮肿，还是因为腐烂造成的皮下气压增加？积水。对，这个所谓的安藤右膝关节有严重的慢性骨骼和软组织损伤，导致膝盖和半月板位置出现大量的积液。你可以观察一下上面的针孔，他活着的时候有定期向外抽除积液的治疗习惯。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不是我觉得，你摸摸他的膝盖骨。
3处增生。确切的说，是有3处1乘以1厘米左右的圆形愈合增生。说起来，这大哥还经常膝盖中箭啊。演习弹。从我经历的类似案例来看，和遭到橡皮子弹创伤后的愈合状态非常相像。能确定他造成创伤的时间吗？需要做骨质切片，不过摸起来应该至少是4、5年以前形成的。确认一下准确时间。如果是在训练或者演习当中被橡皮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痕，那我们就能确认，他很可能曾经是个军人，或者是名警察。哎，小赵，怎么样？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半截手指，所以还没有拿到人波的 DNA 检样。不过通过血型来看，跟人波应该是一致的。那个玩意儿，哦，这是一个高频信号装置，辐射的范围应该是3公里左右的半径。也就是说，如果绑匪想要接收到它的信号，必须待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检测到这个装置的位置，应该就可以找到绑匪的位置。那岂不成千上万啊？连倒车雷达都是。不是的，绝大多数生活中的装置呢，基本都是低频，甚至是不加密格式的。比如说倒车雷达、遥控器、对讲机，像这样的高频频道本来入侵就是违法的，何况是在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区，这样的高频装置并不多见。那赶紧的，赶紧的。打过电话了，设备正在来的路上。哦，喂，喂，哥，哎，车主王文蔚找到。拿杯水啊。喂喂。不是，你说你的，听着呢啊。他说他的车在1周前被他外甥留言借走了，然后这留言是外来打工的，在京港没有什么固定工作。这人27岁，有过一次抢劫未遂的前科，目前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这个王文蔚呢，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说他手机一直处于什么关机状态。行，那这个叫留言的这个能查多少尽量查啊，通知家里面的外勤再调2组人，别穿制服，不许开警车。到那个现场周围路段去搜索，好吧？好嘞。喂，你斟酌考虑一下，用这些进展能不能稳住人质家属？我知道了，你们继续保持谨慎，绑匪应该不止这一种反制措施。怎么样了？虽然这次没能救出小波，但是我们摆脱了绑匪的圈套。绑匪应该不知道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而且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1名绑匪的身份，应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确定他的位置。是不是只要找到他，小波就能回来了？应该是。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要相信公安的办案水平。喂，我能畅所欲言吗？你说吧。杰瑞从我这儿跑了，拦不住他。你看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我知道了，以后说话别这么卡通了。我告诉过你，我这个手机现在很安全。好吧。我有电话进来，先不跟你说了。喂，咱们今天能不能提前交接？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在追踪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随时要面对临时应变的情况，你干不来的。如果现在交接的话，先不说穿帮不穿帮，对寻找人质也是不利的，你说呢？你放心吧，我会把追查到的线索都汇总给你，等交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全力的实施抓捕了。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现在能做的，最好就是回到交接的地点，或者先把自己藏起来，好吗？那拜托了，交接的时候再联系。万老师，车找到了。2组跟得太近了，再跟就该醒了，撤出去，换4组跟。
各组注意，车上只能看见一个人，绑匪和人质很可能已经分离。在确保人质安全之前，绝对不能暴露。技术队一旦确认信号接收装置和监控车辆重合，立刻汇报。如果这是绑匪的另一层反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留言会不会定时和挟持人质的绑匪进行安全通讯呢？越是这样，越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一旦中断绑匪之间定时的安全通讯，有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存在某种定时联络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定位他们的通讯信号来确定另一名绑匪的位置？100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无论留言开到哪儿，他身边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号。现在的科技还不足以能够把一个人定位在几米的范围里。那怎么办啊？我们真的只能等到他们会合？现在通过绑匪一贯的表现，能看出他们所采取的是赎金和人质分离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拿到赎金之前，很可能不会碰头。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郭总。啊？叶方舟。你终于肯见我了。找我有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对面咖啡厅坐一坐吧。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忙。以前我在这上班的时候，也总跟你说我现在很忙。那个时候你就在对面咖啡厅等我。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是啊，过去这么久了，我希望我们都能看开一些。当初的事儿也不怨你爸，毕竟他是支队长嘛，他也有他的顾虑。看开些，你是想让我对你看开些，还是对我爸看开些？喂，周队，我在。好，我和关老师说一声，我现在就过去。不好意思啊，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叶方舟，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关老师，周队让我和增援探组一起去现场轮换，去跟踪绑匪。陈弟，你可以多留一会儿，了解情况。我还在这儿干嘛？继续求那个姓郭的是吗？如果你们还认为他会大发善心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儿给我弟弟收尸了。郭西厢已经在很努力地配合解救人质的工作了，垫付赎金不是他应尽的义务。你应该知道，这么短的时间筹划这么多钱是件很难的事情。关队长，原来你真的还是只会听那些有钱人的人说话是吗？如果你们命令他必须垫付这笔赎金的话，他敢说不吗？你听我说，陈迪，我跟他提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们支队是没有任何资格向一个普通公民要求垫付赎金这种事情的。他是不是富人，这个不重要。我们是警察，我们要守法。你不要再解释了，我算是白认识你。都好几个小时了，
这孙子围着这条线绕了800多圈，要我说直接给伢掐下来，把嫌疑人审出来不就完了吗？啊？这可不行，因为通讯一旦中断以后，另一名绑匪就会撕票，这种结果是咱们和家属都不能承受的。那我们就继续傻了吧唧的看他在这断枪是吧？啊，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还是等他们再跟我们联络之后吧。然后去定位另一个手机号码，对吧？老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再不争分夺秒的话，那绑匪再来电话的话，可以谎称我们已经把赎金准备好了，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们交接的方式，这样也可以再多争取一点时间。行了啊，赶紧准备钱吧，别一天到晚谎称了。到哪儿了？周迅这几天跟我杠上了，他现在破案心切，我担心会出岔子，你尽量稳住他。另外记住，时间是关键，一旦确定了对方手机的位置，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实施营救，所以一定要让特警处于备勤状态。如果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联系我。哪儿？听我爸说，警察那边一直都有进展。你也别乱想了，你看这给熬的。是不是如果当初我跟了你，你爸就会出钱救小波？你这都说了如果嘛，你这突然间500万现金，你这就算是我爸他也得。你现在多休息，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别把自己熬坏了啊。你说的对，还有2个小时就要演出了，我是该休息。你知道哪有酒店吗？我给你安排。我都快忙翻天了，你不帮忙也别添乱。什么事儿不能等案子完了以后再说？叶方舟，人是我查的，事是我办的，没错。这解职的意见上还有你签的名。这么严重的问题，没让检察院直接给他带走，已经够给面子了。解职的决定是正确的，怎么了？不是决定正确与否。安藤和你弟弟曾经在一个夜总会里见过面，跟安藤接触了一共有3个人，其中1个人很可能是他。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难道你认为当初我跟他很熟？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弟弟有没有什么途径可能认识叶方舟？你看过夜总会的监控视频啊？你亲眼看见我弟弟跟叶方舟勾肩搭背了？等一下。安藤和你弟弟，毕竟存在某种关系，而安藤呢，和叶方舟显然是一伙的。你好好想想，
这背后牵扯的很可能不只是一家5口人的生命。没错，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关联就是安藤作证说我弟弟杀了那一家5口。你怎么知道安藤为你弟弟的案子举过证啊？当然是看过案卷的人告诉我的。谢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你好，先生，您的茶水请慢用。来，先喝点水，解解酒。刚才服务员说没房了，看看能不能腾个大床房，我再去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换一家。我都跟你解释那么半天了，你就不能说句话吗？啊？关队，从这切片来看的话，这个创伤至少是6年前形成的。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好不好？啊，别生气了啊！你生气对孩子不好。关无宇，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决定不生这个孩子了。你有想找哪个自己人就找哪个自己人去啊，你去吧。不是，我说姑奶奶，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我跟人家之间真的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啊？没发生什么是你哥发生的。啊？是吗？哎，那有可能吧？我怎么没看出来？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你还别说啊，我觉得这俩挺行了，关慧宇，真是一层窗户纸啊！不知道的时候怎么看你俩都是同一个人，自从知道以后，一眼就能区分你俩。所以说，你们俩还是祷告这事儿别被周巡发现啊。小了，不生气就好，生气都不好，伤身体。别得寸进尺啊！我没说原谅你呢。什么原？等会儿啊。接吧。接就接。喂。关队长，告诉郭西厢，12点之前准备500万，把小波赎回来。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可能让郭西厢垫付赎金的，而且支队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干。喂，我说你疯了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现在人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
告诉郭启香，小博要是有事儿，我让他儿子陪葬。任迪，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能够找到绑匪，救出你弟弟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绑匪，也可以找到你。你别胡来行不行？啊！我的要求你们已经听到了，只要小波没事儿，我会带着郭鹏去自首的。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找到我。对了，关队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跟你在一起这2天，我还真是受教了。我的要求你们已经听到了，只要小波没事儿，我会带着郭鹏去自首的。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找到我。对了，关队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跟你在一起这2天，我还真是受教了。喂。真是有钱人啊！不到1个小时就凑齐了。这也是他临时东拼西凑来的，自家孩子出事，有这种反应很正常吧？非得让我配合你们工作。还有那关队长，他还敢威胁我！现在好了，你把我们全家都陷进去了。你老实去，这滚！我告诉你，小鹏被绑架，你们警察要承担全部责任。救不出我儿子，我要领导把你们全都吃了。好，哎，我怎么越来越不待见这个老郭了啊？这种事儿啊，还得老刘来，真是难为他。还得为队里出点力啊！你老气，来，平心而论，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要不是咱们的请求介入到这种程度，我跟你说了。周队，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根据郭鹏家的保镖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后来我们调取了中天假日酒店的监控录像，我们发现郭鹏跟任迪在走出酒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点踉踉跄跄。那么后来他们2个又开车去了第2家酒店。当郭鹏要下车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任迪是很费劲儿的才把他又扶回了车里，2个人才开走。再往下的话，那么可能还要再扩大一下我们的搜索范围。这郭鹏也是一个人扳不倒的大小伙子，怎么就让个女的给制服了？其实我们通过我们中天假日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的是，郭鹏是在任迪去洗手间的时候，在他的茶里面下了药。后来呢，郭鹏去前台的时候，任迪把他给换过来了。所以其实照这样看来，他其实有点作茧自缚。听见没？不能说我仇富吧？刚才借刘岩去加油站加油的机会，我们本来打算找工作人员配合去拖住他，但没想到他自己买了一箱矿泉水，主动打开了后备箱。可以看到后备箱只有一些少量的衣物，还有食品，肯定没有人质。现在一共几个探组在轮候？算上我和小汪，就算6个探组吧。千万盯住，马上快到他们要求赎金的时间了。技术队已经带着设备在路上，记住，时间差是关键。在技术队赶到之前，圈定适合监测手机信号的区域。必要的情况下，让小汪通知辖区派出所，在区域边缘设卡截断车流和行人，最大限度降低流言周围通讯信号的密度。好。3号车小张在。目标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再过4、5分钟我们就要换组了。小心点啊！赵，注意你后面啊，大约50米。看到了。那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你呢。这不是咱们的人吗？咱们布控的车一共有6辆，没有那辆车。那现在怎么办？需要我们应对吗？你这样，保持好车距，然后继续跟踪。我呢，带一队人把他给别了。好。
是网络拨号。钱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那个500万现金啊，那个什么，我那个小鹏这怎么样啊？喂，周队，有情况，我们没有监测到刘岩的手机信号吧？我们现在正在排查周围是不是有信号塔的干扰。不用了，是网络拨号，电话是另一个人打的。好。现在怎么办？目标改变既定路线，自动大桥出口驶离北环。交接地定在了岗山高速出口方向。绑匪要求在12点半以前把赎金放在双安桥出口的路边第3棵树的绿化带边上。我刚才让小王打了电话，没有检测到刘岩的手机信号。刘岩已经离开了北环地区，驶向东北方向。这家伙真的非常狡猾。自从离开了这个天方小区之后，他一直采取人质和赎金分离的行动策略，即便警方介入，也是部署机器。哎呀！老关，我们要是不赶紧拿下刘岩的话，那只能等他拿到赎金之后，跟另一个绑匪接头，才可能找到人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完全就被动了。现在根本不能确定这绑匪拿着赎金以后到底是放人还是撕票，也不能确定这刘岩拿着赎金以后短时间内能不能跟另一名绑匪见面，说不准他有可能顺着这岗山高速继续外逃。所以他的后备箱里放了这么多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那结了，说到底，虽然我这有点简单粗暴啊，但是还是按我这招来吧。哎，等，再想想其他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啊？要不联系刘岩周围的监控探组，召开临时电话会议。放心，关老师，我能行。倩，上车，快！小心点啊！好，行，一会儿见啊。来，快脱衣服，脱衣服，脱！哟呵，身材不错啊，快点儿！哎，这儿，快过来！哎呦，快！穿上之后上车啊，上车换啊！你们真是，走，上车。喂，郭西江付钱了吗？你有哪儿换的新电话啊？不用你管，绑匪到底有没有放小波？郭西湘正在送赎金的路上，我们也在想办法。
的妈呀！我的车！你怎么开车的你？你左转你不打灯啊？我在左转车道上啊。我管你在哪条车道上，你开车你不打灯，谁知道你要往哪儿开的？一大半夜的，你看看这一辆车都没有，你在这左转道上，你给我磨磨唧唧1个多小时，好狗还不两道的。喂，你怎么说话呢？这明明就是你蹭的我，好不好？我蹭的你？好，那现在我们让交警来评评理啊，看看是我刮了你，还是你刮了我。喂，我报案。对，我们在顺兴路这儿。有一辆尼桑车剐了我，车牌号是港 CA9769。哦，我是一辆本田。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们找到我的。任迪，你能不能相信我们？1小时之后我会再联系你们，只要我能确认小波安全，我就自首，其他的面谈。怎么样？定位到了，在横头山附近。我去，那全是山。这娘们儿也忒贼了。怎么回事？帅哥。哎，警察同志，等一下，你俩去那边看一眼。谁报的警啊？我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开着车吧，我正常行驶。结果这位大哥他根本就不会开车，他左拐他不打转向灯，他蹭一下就把我给剐了。你看，我这车撞得多严重啊！车是我跟我同学借的，这可怎么办呀？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张口就来是不是？谁胡说八道了？很明显是你刮的我，好不好？哎，怎么这么说话呢？哎，行了啊，待会儿我们会去调监控，谁的责任不是你们俩说了算的啊。还有你，把事情经过再重新说一遍。哦，警察同志是这样子。刚才呢，我是正常行驶，在左转车道，他连转向灯都不打，直接蹭过来，那撞上我了，结果还怪我。呸！快打电话呀！姑娘脾气怎么这么暴呢？啊！给他回个电话。手机里所有的通话和短信记录都删了吗？早就清干净了，你就放心吧，我都做了格式化处理了。你这样做是对的，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要怪只怪我当初忽略了绑匪一直是通过网络拨号来联系家属这件事儿。我以为就算留言用手机，只要打开 Skype 之类的通讯软件，也是可以实现网络拨号的。这事怪我。反正最后确定任迪的位置是在横头山一带，寻找起来非常困难，不过已经派人去了。我想任迪现在应该已经不在那儿了。他们驾驶的是一辆低底盘的跑车，在那个地区的路面上行驶，应该很困难。如果他汽车进山的话，信号又有可能遇到问题。我建议继续沿港通高速向北调取监控，他们很有可能还在高速上，但是没准不在主路上。行，我知道了。对，在顺兴路上。啊，不是东向西，西向东。啊。还让我们看啊？哎，你们看不就得了吗？一辆红色的那尼桑，然后还一个白色的本田。啊，行行，好，我抓了。刘源打电话了，已经找到被叫号码。哎呀，我知道啊，我尽快吧。东西到这后我再通知你。啊？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找到了，在河源路，离支队只有不到3公里。操，居然那么近！哎，警察同志，你看这事还要弄多久？哎呀，稍微等一会儿啊。哎，不是啊，这个责任呢算我身上行不行？修了多少钱我赔给他就行了。话不能这么说啊，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再说心里话，这小丫头片子呀，不太行了。待会儿我们去调监控，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啊。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你看这个事儿就算了吧，我赶时间。哎，行了啊，很快，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哎，我觉得不用记了，真的。注意一下你的行驶保护驾驶吧。那个出示一下你行驶保护驾驶吧，还有身份证。哦，在车上，我在车上拿。起来！什么情况啊？妈的，露馅儿！行了，抓！刘源刚刚给背胶号码发了一条信息，能看见上面写的什么吗？跑。把所有的出入口都给我把住了，1、2组准备上。人质怎么样？除了灼伤小拇指以外，他身上没有别的伤。赶紧叫救护车！好，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死了，绑匪肯定跑不了了，大家赶紧送，快点儿！组队，怎么了？人质，他不行了。快上车！不想被抓就快点。去看一下，什么情况？跑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有哮喘？我那会儿一时忘了我。照片你也看了，他嘴堵着呢，绑匪能好心给他用药吗？我不管，我要你们保证小波活着。法官，法官，是过敏性哮喘。我看他的病历了，病历上写着他的过敏源包括这个灰尘和木屑。那破仓库09年就废弃了，别指望里面有多干净。那现在呢？在里面抢救呢。医生说，因为他窒息导致脑供氧不足，他已经休克2小时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以前一心希望当警察可以惩恶扬善，现在真的当了警察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很多事情面前都那么力不从心。人生就是这样子吧，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跌倒，不断爬起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好，但求无愧于心。哎，这任迪哪儿弄那么多电话号码啊？现在不都实名制了吗？嗨，当初有大批的号码被派发到各类的报刊亭，甚至是小卖部。即便是实名制已经实施了，还有很多那些没有销售出去的不记名的电话号码可以买到，所以都换3号码了。这娘们在队里待2天，别的没学会，打一电话扔张卡，反侦查手段倒是学会了不少。哼，另一个绑匪呢？从地下的电力输领通道跑了。哎，真的，要我说啊，咱在地下画一圈，插几根香，好好祷告一下，祷告任波赶紧活过来。这样任迪就可以把郭鹏放了，回来自首，我也可以放心大胆地追那2个自以为是的王八蛋了。哎，医生，医生，怎么样？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郭鹏给绑架了。一个人1晚上5000块，我说1000个男人，我总能攒到500万的吧？那你呢，冠队长？你是不是也要给我5000块啊？老关，我还是不如你啊。什么意思？任波的案子从开始到现在，我所有的做法有错吗？我所有的分析有漏洞吗？为什么我还是救不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欠缺一些运气吧。这不像是你说的话啊！给我来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任波有哮喘病，这个大家都没料到。绑匪一直堵着他的嘴，不可能知道他有哮喘病史，更不可能给他用药。反过来说，就算任波有说话的机会，那绑匪就有可能知道绑错了人，再往下发展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事儿无解，你不用再纠结了。别安慰我了，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人家随时会打过电话来，怎么办？事已至此，只能先用任波在抢救的说法拖住他，多争取点时间，找到他和国宝。我要是告诉他任波还活着，行吗？他恐怕不会听你说一句就相信吧。要不我就拍张照片给他发过去，反正现在尸体还没有明显的特征，就说任波一直在抢救，还处于昏迷当中。虽然说现在没有万无一失的对策，但是我不建议你欺骗人体。女性绑架犯与男性绑架犯在性别特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女性本身更敏感、更感性，她们有可能循序渐进地接受一个不好的结果。但隐瞒和欺骗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儿。如果人体一旦识破了，我担心情绪可能彻底失控。你刚才也说了，就算循序渐进地透露他给任波的死讯，情况也未必就可控。哥，让我按自己的方式来行吗？侯宇，我真的不建议你冒这个险。你要相信支队的能力，你能多拖多长时间，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找到他。任迪毕竟不是职业的罪犯，仅凭现学现卖那点反侦查手段，支持不了多久的。周迅现在找我呢，我不跟你多说了，先挂了啊。哎，喂，红宇。哎，管队。现在情况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只不过因为缺氧时间过长，所以大脑是否损伤还不确定，但人已经保住了，这点你可以放心。而且照片你已经看过了，我不敢保证你现在就能自首，但至少你把郭鹏给我放了。你总不希望你弟弟下半辈子没人照顾吧？我要看视频。看视频？你弟弟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那手机根本没有信号。你们警察什么设备没有？怎么解决我不管，我说了，我要看视频。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别换号了，给我点时间，我现在就去办。但你也必须得答应我，一旦手机视频确认了以后，你马上把郭鹏放了，行吗？啊！医生，任波的尸体现在没转移吧？尸体还留在急救室，除了呼吸机以外，其他的设备还没有摘除吧？行，那把该安上的都安上啊。你们俩咨询一下医生，看看这任波的脸色有没有问题，有必要的话再简单的化个妆，至少让他看上去正常一点。快去吧。哦，对了，罗儿，把技术队之前确认的那个大概区域收缩封锁，给带人过去，抓紧搜捕。走嘞，啊，赶紧的，哎。任迪，现在已经有信号了，我现在在抢救室，你弟弟就在这儿，他没事儿，你自己看看吧。小花，看见了吧？我没看清。没有问题，你可以放心了。我现在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你是不是可以把郭鹏给放了？我没看清，你再让我看一遍，你再让我看一遍。近点，近点。可以了吧？你要看你弟弟，我已经让你看了，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了，你到底放不放人？近点。你到底想干什么？再近点，我让你再近点。行了吧？相信了吧？任迪，任迪，任迪，你听见没有？你赶紧把人放了！任迪，说话呀！你把郭鹏放了。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码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没信号，没活动过去。啊，关老师，在支队那边，任迪已经打给郭西厢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他弟弟，他还说要让郭西厢或者咱们在24小时之内要交出绑匪。交个屁呀！交绑匪还没逮着呢。要不干脆一骗到底，找2个人扮演绑匪，捆成粽子给他送回去。周队，您听我说完，他要的是绑匪的尸体。周队，车里没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省界这块儿。啊，我刚刚去问过那个附近的车站调度室，他们说进站和出站口有监控，其他地方没有。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坐的那什么乘用汽车，是不是？也可能是小公共，啊，出租车或者是3轮车都没问题。不知道啊，你让我怎么搜啊？还在找呢。你说，汽车之后，一个女孩是怎么才能挟持着郭鹏随意的移动，而且还露不了行踪呢？哼，他不需要这么做。你说什么？他跟咱们学了一半，跟绑匪学了一半，现在跟人质应该是分离的。只要捆绑得当，让郭鹏失去行动能力，往山沟里这么一扔，他就行动自如了。哎，你说这崇山峻岭的，上哪儿找人去？就是说，现在有3个各自亡命天涯在逃的绑匪，我们需要干掉其中的2个，再把尸体送给第3个，才能换回那个把自己迷晕的富二代。啊，恐怕不是只有我们在找，郭西厢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悬赏。什么？嚯，绑匪的体貌特征都写上，一个人500万，价不低呀！老郭，别睡了，赶紧把老小子给我找过来！哎，别着急，你注意一下他的措辞。这郭西厢在悬赏之前应该是找律师咨询过了。他一方面说是人敌要求2名绑匪的尸体，另一方面他在悬赏要求上说是任何可以找到绑匪的。所以从文字上看，你还真没法指控他是悬红买命。可他这不就等于是无端多了无数的是非。关队，那个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都打爆了是吧？都是热心市民来说那个绑匪的线索，让他们自己解决去。这郭西厢这添乱啊，一天到晚的啊！真要有人把这绑匪交出来，拿了1000万，也是有命拿没命花。哼，这么多钱还真不好说。哎，知道了。留言找到了。谁找着的？刚接到报案，在向阳公园东门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是被枪杀的。现在临时回不去，回头再交接吧。啊，我冷静着呢，你放心吧。我知道。行，等交接时我再告诉你啊。
关队。 7.62毫米规格的，别告诉我是 AK 啊！如果是步枪的话，他现在半秒哪都在1米。这黑星不也是7.62毫米规格的吗？刘岩中了2枪，从伤口的火药灼烧痕迹、血迹以及组织喷溅痕迹来看，应该是抵住后脑1枪，倒地后又补了1枪。 这不是这么不常见的杀人手法，最近出现也太频繁了。法官，咱们是不是可以看好那个郭启祥？啊，谁去领赏就抓谁，有人收钱，有人办事的，要咱们干嘛使啊？那你们最好赶紧啊，不然他的同伙也悬了。他的2只手有8根手指都骨折了，明显是被掰断的，而且你看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勒痕。看来是被拷问过。 还有2根没断，嗨，看来是招了。得，这回倒省事了。咱们等着下一起报案，然后就可以把这哥俩的拼骨照片发给任迪换那郭鹏了。除非我们能赶在凶手之前找到另一个绑匪。之前跟咱们打交道的那个媒体的记者叫什么来着？董涵啊，老刘跟他关系不错，怎么了？ 要不把他找来，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吧。周轩，自从你接手以后，不但破案率稳定提高，而且案件的曝光率和支队的出警率也是一路飙升啊！照这样表现下去，估计市局啊，快准备把我调到宣传科去养老了。养老好啊，啊，你是不是很希望我去养老？ 不过你放心，我要是被沉到了宣传科呀，铁定把你们一个个都邀过去给我干活。郭局，这些主意都是我出的，所有正规的侦查行动其实都在同步进行。假设刘岩在被杀之前透露了另一名绑匪的行踪，那么在凶手动手之前，我们利用媒体给另一名绑匪施加压力，可能会收到效果。更何况这么做。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人敌失控的情绪。小郭啊，咱俩相处有那么些年了吧？这次回来你帮忙，我很高兴。可你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既不用写检查，也不用做汇报，更不用担心。 降级、调职、受处分、脱警服，可你总是花样翻新的整出个奇招来，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咱们在编同志们的承受能力呀？对不起啊，郭局，我实在不想连累大家，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换取人质的安全。没错，为了人质的安全，你们做什么都可以，但人质的安全不是拿来赌博的。 之前在医院，领导，医院这事儿是我批的，你甭充仗义了，你没那个脑子。小郭，我记得你原来不是这么办案的吗？啊？怎么，不穿制服就不受限制了是吗？不错，另辟蹊径有时候也会出奇效的，但如果再像医院那样，再次失败怎么办？ 好，就说这次吧，押对了宝，成功了，皆大欢喜。可是不是就等于可以鼓励所有人质的家属都去悬赏买绑匪的脑袋？